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大家好，我是李兄。我们今天呢又来松山机场了，要去上海找王骁。我们这次去上海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想到呢出师未捷先 delay。我们本来是下午3点半就咻，但是竟然大 delay 啊！现在呢是晚上的7点17分了，但是我相信这一程呢好事多磨。那我们就期待我们到上海的时候再相见喽。来哦，上车喽！今天呢，我们刚到第一天，然后有几个比较熟的同学们请我们吃饭，然后呢，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他妈惊呆了，然后我不知道要不要收，然后我就跟着他走下去，然后柜台用一脸痴茫的眼神看着我，怎么会有人不知道用哪辆？非常的蠢，那个，哎呀，快要1年不见了，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非正式同学会在金拱门。我们的大佬升级，从金拱门升级吃公宴，然后我们这一次吃的公宴跟馆长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龙哥跑来吃的，他说他想要吃大秦风，竟然抛弃我们李唐风。哎呀，没关系，我们李家心胸开阔，我们往上走无所谓啊，只要不要开阔的跟安倍一样就好。我们已经到了圣宫宴哦，我们今天这个说是秦朝风格的，然后我也不知道秦朝风格是什么样的 style，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男生也只有这个，还有别的吗？金猫这个真的话，哦，男生的挑选好少，女生挑的就多了。不想当武将，武将不是我的工作，只想当皇上。肯定是的嘛。我们去换装喽。这样一天你们要服务几个人？至少要10个差不多。这强度不低呀。大家不知道觉得好不好看？好久没有上大妆了。然后看旁边是谁啊？我们塞尔维亚的老内。是我一辈子第一次穿韩，不应该不算是第一次，第2次。这个好玩吗？你觉得？挺好玩的。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能动了？因为这冠它是立着的。那古人因为有发髻，所以顶住。那现在顶不住，所以你走路是这样的。所以我知道那个拍古装剧的时候，皇帝是不是这样子？这完全是基于现实问题，因为真的太重了，而且它其实很咬头，不是很舒服。对，不知道搞不好等一下会不会额头一个血痕都不知道，因为它这很硬，这个是399的版本，然后如果是88的话，就是飞利浦这个了。我现在终于意识到他们为什么以前手要张开来走路，这个有点太离谱了。小编还在那化妆，我们去拜访他们一下好了。这是叔叔，这个是老大边，我们进去喽。谢谢飞利浦。我本来想到飞利浦要不要办马可波罗，没有马可波罗的衣服啊。因为飞利浦刚才说了，马可波罗其实是他们的老乡，理论上可以算，他是威尼斯人，但是如果大家去查他的生平的话，他其实出现在当下的克罗地亚地区。那个时候威尼斯控制了巴尔干的西部。哇，这个关真的非常硬核啊！他们说大概2、3天才会有一个男生带全装的。哦，看起来真的好吃。哦，你要开车对吧？豆腐洁白，此贵非相间。真的好吃。放烟红。公元626年，李世民于玄武门发动政变，击败李建成、李元吉，登上帝位。时年仅28岁。我大唐江山永固，愿为陛下效忠，不唐不土，在所不辞。不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以公始定四方，当以文德随海内。3省6部，开！哇，真的很厉害耶！我们演出到这已经圆满结束了，愿你们所愿皆所得。它里面跟你讲了很多故事，包括每一道菜，它给你介绍，它是有典故的。真的。比如说你看喽，周武之治，万国来朝。
垂拱而治，凤阙朝阳，万邦直御，四海同赏，则天大圣，隔堂为周，有没有？每道菜他上菜的时候会解释，对他们还有一个解说词相关，细，真的细，吃得太饱了。一席胜关宴，半部中华礼，十里传千年，宴起兴国朝。我说实在，你们种这个真的很了不起，因为这个在台湾真的找不到。台湾是没有。这要台湾的话，我说实在的，外面的朋友来，我一定带他去吃，太有面子了。所以上海人真的很有福气，他等于是把以前的宫廷宴搬到现代人的生活里面去。这整个的布置啊，你一个老内加老外的性质来讲，你会带你的朋友来？首先会不会带朋友来？肯定会，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觉得布置到这个程度已经很 OK 了，因为它其实核心的几个意义，第一个是在于娱乐，第二个是在于传承。因为我们这里看到有很多小朋友，你如果从小让这些小朋友以这种方式去接触历史，可能对以后他们的成长也会有好处。确实。而且我希望这种场合反而可以稍微多一点，尤其在上海，因为在上海我至少20年前刚来的时候，洋里洋气。对，就这种还是不多的。吃饭对298，然后妆造衣服你们是398一个，我跟他是88嘛。你觉得划算吗？我觉得挺划算的。第一个是我之前在别的省市有看过这种表演，要么表演很好，饭菜一般，要么饭菜很好，表演一般。哦，你讲重点了。对，然后这个是饭菜也好吃，然后表演也特别好，因为刚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对。尤其是他们最后上来的时候，就什么后空翻、前空翻的在那里。一般来说，这种不多见。从第一道菜到最后一道菜都很好吃，并且演员都是专业演员。真的。然后还有一个，他们其实有一些历史细节处理的还是可以的。有很多表演，他们这种做的时候会很粗糙，背离历史细节，有很多历史细节会直接忽略掉，甚至会出现历史错误。他们还是抠了一些历史细节的，所以这个也是做得不错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点，如果大家看这个菜单，他说下一期节目预告是宋，顺着朝代下去的，不只是顺着朝代，他们基本上如果我们这样算下来，他们起码要会6套表演。对，秦汉、隋唐，然后宋、明、清，至少5套。你们有几个朝代？上一期是演的是秦朝，这次是唐朝，3个月过后还有宋朝，宋朝过后还有的，元朝也有，应该会有，因为它一直往下顺的。哦，现实了吧？秦是个汉放一起，对不对？秦汉放一起。哦，所以说这是第2期。哦，这是第2期，哇，那我很幸运，因为是个老铁，他上期来看秦汉，所以他来跟我说这是大秦风潮。我说我姓李，你带我来看大秦，因为我们家是本家嘛，李。对，我们拜的是李渊公嘛，是吧？唐朝开唐祖来的巧，对吧？真的，这条细节黑哥来，再敬一次黑哥。来，哎呦，我上次跟黑哥借也是好久。敬盛唐，真的敬盛唐。哎，今天真当一把皇帝啊！觉得今天这个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要不要全装。一开始呢，我就觉得说穿个袍子，后来觉得不行，一定要就是全装。然后飞利浦来，他不想穿，我强迫他说不行，你这88块也要给他花下去。我本来问他要不要全装，他不要，他说卸妆麻烦。然后呢，我跟大家讲，真的穿上去之后，那你再看，那感觉是很深刻的，而且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文化那么厚，那么深。然后有很多的感觉是你只是看，那感觉跟你亲自来到这里是不一样的，就那种文化的厚度。那它每一个东西，它背后都有东西解。比如说我们今天喝的这个造型，大家也知道嘛，就爵嘛。那它里面装的酒是白色的酒酿，这个是荔枝酒的酿，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就是现在我们这种酒，它是甜的。为什么？因为它属于半发酵酒，而且没有蒸馏过。唐朝以前就是喝这种。宋朝之后，因为蒸馏技术发达了，就喝的是蒸馏酒，跟我们今天喝白酒比较像，所以它就这些细节真的是每个都顾到，方方面面的。大家早，今天是到上海的第3天，现在呢就是没有人睡饱的状况，因为现在是早上8点05分，其实我们迟到了，因为8点必须到楼下。那今天是一整天就是非公开的行程啊。那早上参加的是一个光复节的活动，那其实也算半公开，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详细怎么样。那这次到大陆最大的差别是，台湾光复节正式被订定为大陆的一个纪念日哦。那这一点是有很强的这个政治讯号弹，所以我们要密切观察。
现在呢，要来参加这一次意外新增出来的一个活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一个活动。然后它这个活动不是只有在10月25号，他们是形成一个系列活动。上海这边是配合北京来举办这个活动，所以这很重要哈。但是我们来参加，主要是希望了解到具体他们要怎么来做。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过去大陆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也做光复节相关的一些历史工作，但是呢，把它宣布成一个公开的历史的纪念日的话，那这个当然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台湾的整体的这个历史叙述还有个重大的影响啊。对比这时候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讲的是没有台湾光复，而大陆台湾光复80周年，这个 vlog 突然之间多了一点正的味道。我们现在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内部，这是它的一整个建筑群，然后大家看到其实很漂亮啊。那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那个钟楼，一般观光客会去逛那一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格啊，应该是在民国时期的风格。然后这个风格呢，也跟河阳风有点像，像我自己母校师大呢，就是类似这种风格，但是它这个风格洋味又多一点，河味少一点。它这个如果你去看我们台师大的行政大楼，它长得其实蛮类似的，只是它的洋风比较多。其实河阳风它事实上也是日本去模仿洋风的，那只是说在当时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一类型的一种建筑，有点仿巴洛克式建筑，但它又没那么巴洛克式，看到它是有一些不同的风格 mix 在一起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里面大陆呢就是修旧如旧，如果这些大楼还要再使用的，它其实会维持它一定程度的原本的味道。像这个木头，它尽量的在维护像这种旧的味道，跟日本那种修旧如新，就永远把它搬到最新的感觉是不一样。但是它也会做一些改造啊，比如说那个地板就会改造成现代化的地板，很有趣的一个差异。这边是上海历史博物馆，然后今天我们不是在这开活动吗？这个楼就是以前的那个跑马场的俱乐部，就是跟香港赛马会的那个俱乐部那个楼一样的。现在这个楼最上面还是餐厅的，然后你可以看那个地图。这个博物馆前面是人民公园，现在一大片绿地。以前这里就是跑马场的那个跑道。然后当时不是3大足界，以前是从蒙古把马给运下来，天津那边选最好的，再之后是上海，对，再之后是香港。后来呢，天津和上海大陆解放了，就都给香港了。啊，所以香港后来马是最好的。我们已经进入会场了，大家都在准备。但是这里面的学者都很多，咱们也得照顾人家肖像权，我就不给大家拍都有谁了啊。大罢免是在2024年大选之后，由民进党的赖清德，还有立法院民进党党团的总召柯建铭，他们所直接发起的。那这场大罢免在台湾呢，有一个很谬误的域名的说法，这叫民间团体发起。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民间团体背后的支撑者就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最后自己都忍不住发了公文，说他们要全力来督导大罢免。那如果跟你没关系，你督导辅导个头啊！我们呢现在来到一个很屌的地方，朝鲜国营餐厅，这是在上海的唯一一家高丽广联的配色。这个配色，这个就是北韩国旗。走吧，我们上去。海胆蒸蛋长得像太阳的造型，让你充分感受到了北朝鲜的魅力，向伟大的领袖致敬。最强80后，连这个海胆壳都像太阳一样，在朝鲜餐厅里面讲，真的是太棒了。好吃，它是用海胆去直接做这个蒸蛋，会很鲜。那这是外面吃不到，因为大部分海胆就是为了怕浪费，都吃生海胆。太阳的魅力特别好，再一颗，叔叔不吃我来吃。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修。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宝岛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骁。今天我们来了哪里？西岸国际科技消费嘉年华，全球 AI 科技玩家盛会。所以你现在是第几号玩家呢？抱歉，坏掉了。2196之后的某一号。对，欢迎你大家来到这个现场啊！今天这很特别，因为来上海，如果只有吃喝玩乐，那没意思。对，要来看中国最先进的东西。现在大陆的科技发展的最前沿的内容应该就是 AI。然后呢 ，AI 的话，在上海就是来西岸魔术空间那边是目前整个大陆，甚至说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AI 产业集群之一。然后呢，这边也是1年1度。去年的时候我就来过了。哎呀，所以我们要4个字给他：全球领先。对，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来这里的重点哦。那就跟着我们的视野，我们继续看全球领先，中国第一。Go。我们整个展馆大概是1万方左右，然后有300多家展商以及我们的创客加入。然后我们整个5000的一个展会当中呢，有40多个国内外首发首秀的产品在我们这里进行一个露出。还有50多场主题论坛在这里进行一个思想的碰撞和爆发。
我面前的选手穿着黑色夹克、黑色 T 恤和蓝色牛仔裤。哦。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人不可能三角形，长得帅又聪明还会打球，没这回事。连接都接不到。哎，那我来试看看。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哦。哎。哈哈。哎，少宇赢了王小姐，我两个属于手残组。肖哥，你几度啊？我250，两边都250吗？哎，加起来500。没事，我是37，我115。哎靠，我加起来500，可以吗？可以的，这个已经挑完，它是清楚的。哦。这个我觉得很适合躺着刷视频。对耶，有点像那个投屏的感觉。但是它适合长视频，我们可以联名使用看导连线。对，因为导连线都1个小时起跳。哦，哇，这对度差的人很合适哎。很好，很好，非常好。等到他们来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刀子弟。这是3档，就比较适合休闲娱乐的时候，因为它的后仰角度会更大一点。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状态把这个节点稍微弹低一点。它就是你都自己灵活调整这样子。对，是的，是的，这边有一个拨片可以调的，然后你可以往后掰。这是4档，就是一个午休的档位。哦。对，可以直接将近躺160度躺平。然后这是我们专注办公的一个档位，然后还可以后仰一点这时候也不影响咱们用那个鼠标键盘就可以实现稍微后仰一点办公，可以把脊柱的压力都卸掉一半在这个椅子上面。对，我咋去就真觉得这个王骁超适合的，想买一个，真不知道寄回台湾划不划算。哎呀，这个开头设计的怎么样？我们终于到王骁的工作室了，到我们的工作室。哎呀，是。好了，其实你看到包包就知道我们刚偷进来了，也没什么好演的。但是这是第一次。这边是我们老板的办公位，完全环水啊，难怪这里水汽最重。老板不常来，刚才才看到对。这边是弄了一个小井，但是其实呢就是放各种杂物。这是可以站着录的地方对，就可以站着录，拍照有的时候对小井。这边是我化妆的地方。妆都自己化吗？对，妆自己。这边有一个书架，把我们的老板间跟我们的编辑部给隔开。这里有首届全国知识博主大会，是新的吧？24年了。去年是肖哥爆发的一年。这边是我们每周的那个工作日程，但是这个是上周的，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在外头吗？这边就有编辑部了。所以你这边还有预留工位。对，但其实一般是暑假的时候有实习生。我们有一些合作的院校，然后相当于我们给学生培训一下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这2位大家都已经见过了。这还在埋头苦干中。这边就是我们的拍摄项目。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骁。我就篡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修，我们要记得一起超越极限。好，那这个铁，这个举铁，这是心理安慰。大家可能很难想象B 站上面其实我自己观察了，我认为王骁现在应该是同赛道领域很特别的存在。第一个你露脸嘛，第二个呢比较实际的是参与一些线下的事物。是，其实他可能还是有，但是我目前还没看到。可能我见多识浅。但是这个线下联队又不是直接去面对观众，主要是串联，然后一些实体的活动，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其实，在 B 站很多不露脸的，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赛道里面，王骁算做的非常的头部吧，所以就是第一了。我个人心里觉得他第一了。然后呢，这里有个重点就是大家没有想到吧，就在这样的一个单间就可以生产出这么多东西，所以主要还是脑内投这个爆炸。不过从直接变现的角度来看的话，做影片的跟做直播的，它的变现逻辑也不一样。对，像我们做直播的话，我主要在 YouTube 做的话，那 YouTube 就最直接粗暴的嘛，就是打赏。可是其实你说要靠打赏赚的盆满钵满也不容易。是，如果你的大陆有粉丝基础进行直播的话，那么这边的观众的基数大，打的就多。所以这个 YouTube 是没有办法，而且 YouTube 现在太卷了，什么样的人都跑来直播。是，然后最后我有一个东西我要带大家看，100万
金牌，那远远就看到了。这是我们之前的那个账号。哦，对，王骁的那个账号拿到那个。那你小王的就收在那个柜子里面了，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份嘛。啊，其实这个才是王骁的本尊。然后那个小王呢，是因为被敬业了，所以当时。然后还有这个是我们拿到的。来，这个我们拿到的第一座那个百大。哦，可爱。这是当时是用小王拿的。对，百大一直是用小王拿。哦，放这儿了。小王府给老板看。对，王骁给自己看。因为小王当时会出现，这个就是属于老粉丝的逻辑。因为当时我看王骁是在官网。然后突然之间，我看这个人怎么不见了？对，去哪了？我想不可能，这么大人去念书吗？不可能，这不可能。确实后来去念书，当时没有去念书，敬业完才念书。然后看到小王跑出来，那时候老板负责播嘛，我室友嘛。对，然后室友了很久，可是看刷屏的人就说是你，但是我一直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也没有究竟其逻辑。然后可是出场的内容，是看得出来是你的笔录。后来说，突然就出来了，我说才搞不清楚。消失的小王，还有很多其他各个平台。我觉得04年真的算爆发，05年是丰收的年。加油做！06年应该是要登陆月球，07年要登陆火星。建立基因。OK， 好，那这吧。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在二土餐厅，没有啦，24餐厅，很烂梗，这纯粹是个误会。为什么会想二土餐厅？因为早上我跟王骁在聊，我让他找餐厅，他看到一个俄式餐厅，就士农工商那个士，对。结果呢，他也没注意看，他就看俄土餐厅。我说，哎呦，俄土餐厅还挺混搭的。这很想吃啊！我就行啊，那你打电话。结果呢？他打完电话，我一看，俄式餐厅。对，但是二土如果能够弄个餐厅也不错，毕竟俄罗斯现在想把天然气管道搞过去。但是我就想到俄土餐厅，是因为二土餐厅啊，因为二土之战、二土战争，其实二土战争是血流成河这个事情啊，其实它创造了很多历史的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最有名的就是当时二土战争开战的时候，后来演变成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加入嘛。这个是第一次，就是帝国主义间直面式的近代化武器交锋，而且是大规模血流成河的总体战。也有军事史的认为那是第一场总体战。然后那时候就发明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军户制度，护士南丁格尔。所以为什么今天的护士很像士官？刚才吃的那一顿摆盘有一点俄式，但是内容呢，我觉得是俄式中餐，因为它烹饪方法其实跟一般吃的蛮像的。然后肖哥说是中式俄餐，但这是体感不同。现在我们来到了 B 站，B 面师生。带历史哥去逛一逛 B 站，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领他的牌，10万粉的牌。我们呢在王骁的办公室看到2张金牌，银牌收在垃圾桶。那不能，就是每一张有瑞总的签名的东西，我都珍贵的保留。其实这一行来上海最期待就是在 B 站总部，所以我们进去吧。好嘞。哇。我喜欢这个 logo， 在大陆就是G端最重要的。这不是 G 端，这个其实党群服务中心和员工活动中心其实就是相结合了。对，我就只是要讲一下这个梗。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一个小的健身房，平常随时都可以来，工作没做完也可以来，自己反正加班算自己。啊，好 ，OK。Hello。这是小礼物。哇，谢谢。王骁负责颁给我吗？是一张证书。请我们的那个10万粉丝成就，这历史歌礼下。你看这个历还是繁体的，因为之前我们把它跟着这个。这不错这个绝版了，你知道吗？感谢你一路创作不懈，终于在哔哩哔哩10万粉成就。哔哩哔哩的董事长王骁，不是？施主，这奖你自己颁吧。真的很开心。这好像听说很多人创了好几年才可以弄到，所以我们真的是运气很好。要谢谢王骁，也要谢谢 B 站官方赏饭吃，真的还没吃到饭。我们是不是要合照一张？MNJ 大 SX， 你签过吗？我没签过。下一栋楼我就去签。对，我突然发现你这个头部做的很奇怪。
很荣幸啊，其实是分肖哥的福气啊，来到 B 站的总部。上一次去北京呢，埋下的伏笔呢，今天算是很快乐的，就做了一个再续前缘，然后展开未来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最开心的还是拿到10万奖嘛，而且460万 UP 来颁发。哇，我先让460万 UP 讲一下话，加油加油，好好做啊，好好做啊，争取早日带你来领那个金牌。好，这是发宏愿哦，争取我们下次再来，搞不好 B 站呢又换更大的地方了。对不对？大家都成长，这样才是真正很棒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等一下来去导了。好嘞，待会见，一会儿见。我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说王骁帅都是男生？知道吗？我的粉丝没事，所以我说他很适合来我们台湾发展。男人之间才是这个赤裸裸的欣赏，不是因为我们的相关法令法规俱全嘛？啊，好的。我想问一下，最后一排的观众听得到吗？需要用麦克风吗？你们俩看不到。让我大家调整一下座位，让喂，这个是装饰还是真的？应该是能用的吧？拿下来。喂，哦，行。麦克风好吗？麦克风好了啦，还是麦克风，我喜欢麦克风。OK。调整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唠点闲嗑。今年他来大陆来了4次，对吧？来的很频繁，但是其实都集中在下半年，因为你上半年在整那个大罢免的事儿。对，这个付出极为巨大的代价。那你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来4次的感觉。我觉得体悟很深，是一次比一次还要加深。突然发现哦，去年12月来的时候，还有第一次去北京被王骁把握得太好。都是民间疾苦啊！其实因为来大陆真的很开心，很多的风土民情啊，还有我觉得脸孔上差异很大。虽然我的直播的受众分布是跟我差不多年纪，但是呢，事实上你到现场看到的大部分会是中壮年以上，甚至到银发族。这个有干扰？不要对麦。不要对麦。OK， 那我们这样子讲可以 ？OK 的。OK， 因为我习惯太紧。哦。没有。那我们就开始。来，3、2、1。我是伊人，所以我先开始。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修。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宝岛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骁。欢迎来到视频播客岛连线。我们刚刚办完岛见面会，这是第一次哦，历史哥在大陆比较正式的见面会，因为之前都是那种麦当劳吃个饭、临时起意那种的啊。但这一次确实要特别感谢可荣了，真的是忙进忙出，很辛苦啊。然后真的感谢我在大陆名义上的老板，但是其实蛮开心，因为事实上见面之后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我一开始就猜到，就是绝对到最后又是两岸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后肖哥把它拉大，这特别的好。那我们顺着就把它给扩大，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我们的面向更广阔。虽然名字叫岛岛连线，但是它其实是看待这全世界。我觉得有可以加入一个岛岛连线，看的是世界岛啊，蛮好啊。那以后什么地方的人都能请。是没错，请个哈萨克人来。世界岛的中枢。对，蛮好。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吧？第一次，这你也第一次吗？第一次。愿意办。哎呀！天哪！我把他的一个第一次献给了你。哎呀，谢谢。跟你预想中的一样吗？一样，都很顺利，感觉。全靠你。要我呀？但他比较有。对。他的哀力在发作。其实中间我会看到，其实大陆朋友算是比较害羞，台湾人的话就冲上来撞开人家就爬进来。我们在那个庙口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而且大家也比较年轻。对。年纪比小的还是比较多。是。所以你这个责任重大，你负责教育人。对。好，也被教育人。我是从初2开始看，有些人看到了博后。说明我们做节目确实做挺久了。做了很久。你不要谢谢历史哥。谢谢您，谢谢您。拯救哀人。谢谢您来，谢谢您来。您不来，我也不弄这个。对，不弄这个的话，也没有这种体验。真的。对，那你觉得好吗？有这个体验也蛮好的。那会想再办吗？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对，他也累。而且即便我伊人，我的毅力也会下降，因为其实这么多人，你要散出很大的精神力去照顾到每个人的观感。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个最好的是那个大叔，他那个问题，他是用思想为想法去想，然后最后我们把他带到一点点格局的时候，我觉得他挺开心的。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就是真的有帮到大家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因为很多人其实到了中年之后，他
怼天怼地怼空气嘛。然后，但是他其实没有发现世界在改变，你不可能一套吃一辈子。这也是美国人现在最大问题，美国人太懒，世界在改变，所以我们也要时时刻刻的精进自己。然后看到这么多新鲜的面孔，也代表民族的活力啊，就是这样产生，有一点使命的感觉。好，是，我觉得你说得好。但是我是一直帮大家，我觉得一方面是你关注国际问题是好的，因为你关注国际问题越多，你是从里面提取信息给你自己用，就是你关注宏大叙事不妨碍你关注自己。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深有所感，因为我比较常办实体活动或者是主持一些现场嘛，怎么样把宏观的叙事落实到个人的上面的这个连结，说起来其实它是个连续带，但是就人的感知来说，通常它只能感知一侧，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智慧跟口才把这一段连接起来，让大家在世界的变局当中呢，都可以从大到小知道发生什么事，最后他是怎么去 how to do 这样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人做不到的。那这种东西你必须透过线下的对接的时候，你就很实体的去感受大家的温度。我们台湾人有习惯嘛，酸地嘛，所以就是握个手，拍个肩膀。你这样一跟他连接，他其实会感受到你的温度，他也会对你所讲的东西有所感应，进而推进自己怎么样在宏大叙事跟个人叙事之间形成一个更完整的脉络化的叙述跟组织结构。蛮好，都有这每次能够见到真正的活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比你在互联网上见到那种评论对吧，活人感会强一点。因为评论首先呢不是真名冲浪，然后第二有一层掩盖之后呢，讲话比较冲，是对吧？而大家一开始呢都是互相扔屎啊，我觉得这都不好。我觉得见着活人蛮好的，期待还有下一次啊。到了这个四行仓库的历史的一个位置，很有震撼感，头皮发麻。当年800壮士就是守在里面，然后外面那种大一点的孔，至少是机枪打的，破洞那肯定是炮打的。而且大家知道，因为它是银行的仓库，它本来它的结构就比较硬，对，所以它其实是修的比较好。你看它的那个砖墙是很紧密的，很有电流触感的感觉。然后当时那个800壮士的谢团长，所以这条路就是晋元路啊，了不起。在这个条件下，被日军围了那么多天，对，死扛在这边。确实，当时其实大部队都已经撤了，然后号称800壮士，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对，为什么老蒋要让他们守在这儿呢？因为当时呢，外国人就洋人开会说要争取洋人的支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还在坚持抗战。其实老蒋或者说整个国民党反动派啊，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太崇拜西洋，总是认为洋人啊可以来帮忙。对。就想要把这边变成一个秀，然后让他们坚守在这里，让他们来抵抗日本人，然后让洋人就觉得好像真的能够通过开场会谴责一下日本人，这仗就不打了。就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个情况贻误战机。不过就整个抗战的民族的战斗精神，那肯定是有。但是对于这些战士本身，他们是艰苦抗战的。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每一个弹孔都是真的打上去的，他们。正中央的这幅家书是谢晋元将军写给妻子的家书，信中写道：“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其家国情怀仍然纸上。1937年813淞沪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第88师262旅524团第1营420名官兵，由中校团副谢晋元带领，从10月26日到31日。”在上仓库坚守了4天4夜，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其实800壮士是420个人。对，我们都要宣称的是800。对。813淞沪抗战自1937年8月13日始至11月底，历时3个多月。号称德械师一口气打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中国军队投入的海陆空兵力75万以上，伤亡30万左右；日军动用兵力25万左右，伤亡6万余众。广大国外官兵前仆后继，同仇敌忾，粉碎了日本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这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流血的响亮口号。那面对卢沟桥事变的爆发，1937年7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他在庐山发表讲话。他强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经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个在台湾很有名，但现在好像也删掉了。
这是日军夜袭仓库，他们趁着夜色发动了偷袭。一小股士兵从仓库的西北角卡镇的2楼窗口进入了仓库，守卫该处2名战士是及时的发现，打响了警报枪声。关键时刻，谢晋元带领着改次队员赶到，消灭了进入仓库的日军。谢晋元将军带领着4行守军，前后击退了日军10余次进攻，共毙伤敌有200余人。他们当中小的不过16、17岁，大的也不过20出头。很多人写的一封家书，可能就是自己的遗书，令人唏嘘不已。当国旗在4行仓库的楼顶升起时，四周都是血迹的太阳旗，刺激，令所有民众激动不已。这一侧向大家展示的是外文报纸墙。不惧舆论呢，就是它看起来是有用的，但是它也没有那么有用。对，有用但不多。对。今天看完4行仓第一次看，刚才其实王修讲了很多，你第一次看，然后对比惊喜。我现在从这里看出去，它是个残破的仓库井，可它后面就是一个摩天轮，然后后面以前是租界，租界以前中国人要进去，它有很多的限制的，所以你大家也知道说，今天的中国跟4行仓库那个时代的旧中国，它其实不太一样。其实民国就是这样，它是一个转折的一个时期，很混乱，但是也很有生气，但是它也受到很大的压迫。那我觉得在今天，包含我们之前才去93参加抗战纪念80周年，4行仓库其实它也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嘛。刚才他讲现代精神，我就很有感受，因为这些东西也不是1949年就拔地而起，这一些包括东方明这些大楼，都是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前面那个抗日，摆脱了那个压迫，我们常常讲地缘政治，你就会感觉到，你讨论很多地缘政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国家它依然受困于，甚至是你可以把这个地缘推到1战，甚至更久19世纪的，还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那些规则，它只是换了一种方法去剥削这些第三世界的人民还有社会。所以说，并不是世界变得更好了，其实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冲出了那样的智库，不是世界变得更好了，而是中国变得更好了。对。深刻感受中国变得更好，而且这个变好，它不是只是物质文明上的变好，因为我们刚才沿路走过去的时候，看到小姐姐们在拍照嘛，然后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个笑话嘛，上海姑娘洋气，但是上海老外的土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引领世界变革潮流的这些外国人，他们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一路在世界的前列在跑，可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事情在变化跟扭转，然后在现在的大环境就是有很多挑战嘛，但你也看到很多机遇，然后这些机遇其实是不断的在迸发新的一个生命跟力量。这次来上海去了很多地方，我们也去了比较旧的像正大广场，然后也去了今天最新的和万象天地，那这感觉很深，就是不断的有新的一个机遇的出现。但是当年如果少了抗战的成功，那这些都别说了，你依然是被踩在脚底下，你就是爬不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为什么今天包括我们办岛的时候，尤其为什么新一代中国线大家有这么强的一个自信跟使命感，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因为一代一代往前走嘛。那很多台湾的好朋友他们还困在某一些时光胶囊里面，所以真的要多出来走走看看，多看历史哥的 vlog， 多听听王骁聊聊天。他今天有对我们达成他的民格 KPI。你到底看几次4次了？我太多了。民格教育基地，我刚刚说他下次选我一定投他。我自己参加那个党派活动来了几次，然后上次馆长来我也跟他来了，是这次你来我也跟你来，是今年是80周年嘛，所以我们也来了几次。他这短短的，其实欢迎大家来逛，主要是那个立面你一定要去合影一下，是了不起。说是上次来上海没介绍到的，我们来问一下王导游。这边是上海大厦，然后呢过一条路到这边，这个楼在旧上海时期呢是一个证券交易所。然后谁在这边上过班呢？谁？蒋介石刚来上海的时候是一个证券交易员，他在这边炒过股，当年是股民。这样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跟孔家、宋家这么好了，因为他本身就有资本主义的特质。难怪是反动派，这个是正动派。民革都专门调查这个的吗？民革不是，这不历史吗？现在是证券博物馆，这很有意思哎。所以你们有没有刻的介石厅啊？还是蒋介石曾经在这里办公？应该没有，因为如果说他做证券如果做得非常有天赋，做得很好的话，应该就不会去南下投黄埔军校了。
我们这次上海呢，总共是7天，那应该算是我们有史以来待过最长的一次。很明显感受到多待几天，确实有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也多见了一些人，也多聊了很多深入的事情，也让我们呢其实收获良多啊。尤其啊，在未来频道还有整个团队的一个经营跟工作方向呢，也带有裨益啊，确实也去了不少地方，所以相当的开心。那这一趟的收获是很满的，不过最后一天确实出了一些意外啊，因为我们行李超重啊，所以总共被罚了420块人民币。那下次呢，这个要做一个 SOP 的检讨。总之每次都遇到一些挑战嘛，最近每次搭飞机呢，要么机位有问题，要么操纵问题啊，对，每次都加钱，每次都罚钱。但是上海真的是一个很令人喜欢的地方，本来以为还感觉起来不会那么忙哈，最后还是忙到炸裂哈，真的是让人非常意外。好吧，这个一个7天的这个 circle 忙完了，但是回去开始每天都要工作，希望呢还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带给大家更多精彩节目。